同学们好，我们学习了28种脉中常见的19种脉的脉象特征和临床意义。由于脉象繁多，很多脉象彼此非常相似，不容易掌握和记忆，所以我们将28种脉进行归类和分干，可以起到提纲挈领、止减预烦的效果。下面我们来学习脉象的类比：相间脉和征战脉。首先是相内脉的比较。临床的病脉都是在邪正斗争中形成的，辨证以表里寒热虚实为干，所以脉象也以浮沉、尺缩、虚实六干相应。因此，我们按照浮沉、尺缩、虚实六干脉，将28脉进行分类。其中，凡是具有脉位表浅、清取即得的特征的脉象，都归于浮脉类。比如浮脉、散脉、抠脉、隔脉。凡是具有脉位深沉、重按使得的特征的脉象，都归于沉脉类，比如沉脉、浮脉和桡脉。凡是具有脉率均快于正常的脉象，依稀5至以上的特征的脉象，都归于朔脉类，比如朔脉、急脉、动脉和促脉。凡是具有脉率较慢、依稀不足4至的特征的脉象，都归于尺脉内，比如尺脉、缓脉、结脉和带脉。凡是具有脉形细小、脉势软弱、硬直无力的特征的脉象，都归于虚脉内，比如虚脉、濡脉、细脉、弱脉、微脉、涩脉和短脉。凡是具有脉势充实、硬直有力特征的脉象，都归于实脉类，比如实脉、滑脉、红脉、大脉、弦脉、颈脉和长脉等等。通过以上的分类方法，将28种脉分为浮沉、尺缩、虚实6大类。临床常见的病脉的脉象和主病归类表，由于时间有限，每一个脉象的脉象特征和主病意义，我就不再重复讲述了。请同学们参考课后文本，再认真学习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相间脉以及相间脉的主病。什么是相间脉呢？相间脉又称复合脉，它是指2种或者是2种以上单因素的脉同时出现，复合构成的脉象。什么是单因素的脉象？单因素的脉象就是只反映位、朔、形势4个要素中某一个要素的脉象，这就是单因素的脉象。比如浮脉、沉脉、尺脉、朔脉、长脉、短脉、大脉和细脉等等，这都是属于单因素的脉象。而复合脉，比如浮颈脉、浮朔脉、浮缓脉、沉细脉、沉细朔脉等等，这些由2种或者是2种以上的单因素的脉象同时出现的脉象，称之为复合脉。另外还有一些脉象，它本身就是几个单因素的脉象复合而成的，比如濡脉，它就是由浮、细、软3种因素合成的。涩脉，它是细脉、尺脉以及脉势不均、脉力不匀的脉象复合形成的。另外还有几种脉象我们没有学过，比如弱脉，它是由沉、细、软3种因素合成。动脉，它是由滑、硕、短3种因素合成。桡脉，它是以沉、实、大、弦、长5种因素合成。那相间脉为什么会出现呢？这是因为临床每一种疾病都会包含有正邪盛衰的变化、病因的变化、病位的变化和病性的变化，因此临床所见的脉象就会从脉势、脉形、脉位和脉硕上表现出来。因此诊脉时也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。因此临床上所见的脉象基本上都是脉势、脉形、脉位、脉硕
兼有的乡间脉。乡间脉由什么构成原则呢？它的原则就是，只要不是性质相反的脉象，都可以构成乡间脉。比如，浮脉类的浮散抠隔脉，以及沉脉类的浮沉挠脉，性质相反，因此它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病人。朔脉类的朔急动促脉，以及齿脉类的齿缓结带脉，性质也相反，因此它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。虚脉，比如虚、如细弱、色短脉等等，以及实脉类的实滑宏大弦紧长脉等等，它们也是性质相反，因此性质相反的脉象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病人。只要不是性质相反的脉，就可以构成乡间脉。乡间脉构成以后，它的主要疾病规律又是什么呢？乡间脉的主病等于该乡间的各单一脉象主病的有机结合。用4个比较常见的脉象来举例，比如浮脉的乡间脉。浮主表，朔主热，因此浮朔脉主外感风热之邪引起的表热症，又称为风热表症。浮主表，颈主寒，所以浮颈脉主外感风寒之邪导致的表寒症，又称为风寒表症。浮主表，缓主虚，所以浮缓脉主外感风邪之表虚症，又称为伤风表症。再比如沉脉的乡间脉。沉主里，迟主寒，所以沉迟脉主里寒症。沉主里，弦主肝病，所以沉弦脉主肝郁气滞或水饮类停症。沉主里，细主虚，所以沉细脉主里虚症。因为细脉主要与血虚不能充盈有关，所以沉细脉主血虚症。沉主里，细主虚，朔又主热，所以沉细朔主里虚热症，也就是阴虚内热症。沉主里，色主血瘀，所以沉色脉主血瘀症，尤常见于阳虚而寒淋血瘀症。再比如弦脉的乡间脉。弦为肝脉，颈脉主寒主痛，所以弦颈脉常与寒赤肝脉的病变有关。弦为肝脉，朔主热，所以弦朔脉主肝郁化火或肝胆湿热、肝阳伤亢症。弦为肝脉，细主虚，所以弦细脉主肝血亏虚或者是肝郁脾虚症。弦为肝脉，细主虚，朔主热，所以弦细朔脉主肝肾阴虚火旺。弦脉主肝病、疼痛和淤血，而滑脉主痰饮、湿疾和湿热症。朔主热，所以弦滑朔它可以见于肝火加痰、肝胆湿热或肝阳上扰、痰火内瘀等等病症。再比如朔脉的乡间脉。朔主热，滑主痰饮、湿疾和湿热，所以滑朔脉主痰热、湿热和湿疾化热。朔主热，红主湿热症，所以红朔脉主湿热症，多见于外感热病。朔主热，细主虚，所以细朔脉主虚热症及阴虚火旺症。以上就是乡间脉及乡间脉的主病规律。最后，我们来简单学习一下征战脉。征战脉是在疾病危重期出现的无味、无神、无根的脉象。征战脉通常是病邪深重、元气衰竭、胃气衰败、病情危重的一个征象，因此征战脉又称为败脉、绝脉、死脉和实冠脉。征战脉主要分为无味脉、无神脉和无根脉。无味脉是以脉象以无冲合之意，应指坚薄为特征，主要有眼刀脉、转动脉、痰实脉。无根脉是以虚大无根或微弱不应指为特征，如腹腹脉、鱼翔脉和虾油脉。无神脉是以脉律无序、脉形散乱为特征，比如雀啄脉、乌论脉、
解锁脉和麻促脉等等。征赞脉虽然见于病情危重的病人，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，通过不断研究和临床实践，对征赞脉有新的认识。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脏器质性病变所造成的，但不一定是无可救药的死症，应该仔细观察，尽力救治。以上是我们学习的箱内脉、箱间脉和征赞脉的内容。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